你没有资格去指指点点。为什么新加坡的那些观众在我们底下是这样的留言？我们俩这么可爱，结果你爸爸把我送到楼下，你爸爸哭了，跟人要在一起，在那边就是多如你，快乐一点。这两集引起了观众蛮大的一个分裂的，我总觉得这事儿不对。那我想听听看第三者的视角是什么样，你看完以后你的体会是什么样？首先，我认为过于有一些夸张，对于新加坡的批评是有一些过度吧。总之，我是听出90%的批评，然后10%的赞扬，就是批评含量太高了。是我不太理解。毕竟像作为一个视频博主，我认为不应该都是批评，也需要 figure out 一些好的地方，就如教育一个小孩一样，也需要最好的就是表扬多一些，批评少一些。OK， 这是第一个，批评含量高，很好。还有吗？你刚才说了一句，你说我们是一个客人，客人怎么能够讲人家很多不好的地方，是吧？是，这点我认为你帮我补充很好，就是在礼仪中啊，就来到一个客人家做客，你没有资格去指指点点说你这个摆的不对，那个不好。好，非常好。第二点呢？我觉得你这个稍微有一些标题有点偏题了。怎么说？就是你说的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对比，然后我只看出来了新加坡的部分，并没有看出来和马来西亚有什么对比。马来西亚那块有，但是讲的比较少吧。对新加坡的夸奖很少，然后批评含量很高，你能再展开一下吗？第一点呢，就是我妈妈在视频中表达了一个关于小印度的一个看法。她说物品摆放的非常的整齐，然后和在上次来的时候完全不太一样。这个我不明白她想表达的是夸奖还是说浪费钱，我不是很清楚。然后第二就是关于地铁一个自动化，我也不明白是想夸赞人家的怎么说呢，地铁自动化比较好，比较先进，还是说是想说对于一个游客他的看法不太一样。请你解答一下。OK， 所以相当于是一个是态度不清，第二呢好跟坏有可能糅杂在一起。我觉得小印度的这个我应该是夸奖吧。我的本意是想说，这个城市经过4-5年，我再次去了之后，就发现它的市容市貌是无可挑剔的，呈现出来的是整洁，高度的整洁。就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我是正向的想要表达。那么你说的这个地铁的问题，我是想表达的确实是吐槽，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游客来说的话，不是特别的方便，能够很快捷的能够明白自己怎么去坐地铁。我哪怕去问了人，我都有点不太明白，而且怎么只能用信用卡去坐地铁？对，我发现你在视频中呢和上海有一个比较，你是觉得是因为上海在作为一个土生土长上海人我确实是觉得各个行业上的从职的这个人员他的态度都不是很好。你是觉得然后你在视频中也有提到和上海的比较，那你是想说新加坡的人员也和上海一样生活的不太如意，是吗？他们生活的如不如意我倒确实不知道，但你说的这一点是对的，就是我经历过的一些，比如说我去的那个高档餐厅，服务员不太开心，就不像马来西亚的人做生意都是很热情的嘛。你怎么感觉说你在新加坡花钱是感觉道歉他100万，他好像对你特别爱理不理？所以到这里我想Wilson 我特别感激他，因为他没有参与我们俩的视频，他能够站在一个真正观众的视角，是观众的一个人民代表。这个我配不上。我觉得我们首先要真诚一点，要能够认识到 Wilson 的批评是有道理的。我倒是觉得他不是批评，而是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什么新加坡的那些观众在我们底下是这样的留言。对，引起了他们的不我要满。举一个例子，在中国呢，我在中国的时候看过一个博主，名字叫弗拉夫，他是一个从俄罗斯来到中国的人，他每期的视频内容就是说我特别喜欢中国，我觉得这边很高科技，那边很高科技，然后有点假。对，就是怎么说，然后就是说我把宝马的车子颜色染成了中国红，总之就是我认为是一个怎么说呢，是浮夸的流量密码。对，这个词用的就流量密码，它就是通过国人的一些怎么说呢，同情或者说是同感，某些就是感觉自己的国家很发达，很怎么样，就会这样去想。我认为我们有点像这个弗拉夫。明白。在别人在马来西亚人或者说新加坡人看的时候，就会感觉很浮夸。我非常感激你的，有一些，我其实非常感激你的评价。我跟妈妈的想法就是真实。但是呢，我们有时候会表现的，就像一个人去人家家里做客，你太过热情了，
有可能别人会感觉你有点那很个。尴尬。好的，这个是你给我们的一个警钟。我们虽然是以真实出发，但是我们过度的加进了个人倾向性的看法，又不加以明确的解释，总之就是让人感觉刻意了，不那么真诚。对，即便我们是真实的，我们真的喜欢大麻，我觉得也要保持着一种不吹不黑的心态来提醒自己。难道一个就很好吗？没有问题吗？新加坡就没有好的吗？好，你能不能讲讲新加坡有没有一些好的地方？我也特别想听。对啊，新加坡当然有比较好的地方啊。我这去的这2周，我也是在做一个实验。我是在想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将来我在新加坡工作，然后我周末能够回来，这样我能够为家庭的收入做一点贡献。所以这是我一个2周的新加坡生存实验计划。OK，所以他们在看的时候，有可能是能感受到这种偏颇存在，对吧？对，麻烦您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在吃的方面，我觉得是。我吃的每一顿东西，不管是便宜的还是贵的，那都是挺好吃的。没有便宜的，也就是相对便宜的，就是它的总的价格和上海是差不多的，是马来西亚的大概4到5倍，但是它一分价钱一分货，每样东西都是非常的好吃，而且都比较的精致。物有所值。物有所值呢，量也比较小。这个但是好吃是好吃，给你纯表演。就是好吃是好吃的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好，第二个好处就是它的市容市貌，它做的非常的适合热带的这样一个所谓的生活。它能够做到什么呢？在它的市中心，就是我们叫城市商业中心，英文缩写叫 CBD， 他们有这种风雨连廊，就是有屋顶的，一路不管是马路、人行道上面，还是在楼宇之间都是贯通着的。那它能够起到的作用就是雨天和日晒你都不会淋到，行人可以很舒适的在这个连廊的遮蔽之下，在这个城市里穿行，这个是非常好的。OK， 还有吗？还有，目前就是这些吧。不勉强，不勉强。我非常同意你的这些观点，因为在之前我去看电影的时候，在骑行回来的时候就下了一场大雨，然后我们大概骑了大概200米都没有找到一个遮雨的地方，就躲在那个大概10个人都凑的，也就大概。你说是哪个城市啊？上海。上海哦。然后如果在新加坡有这种避雨棚，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意义的吧。它不光是避雨棚，它那个楼宇之间都能够连通，你可以从它的这个1层连通，然后可以从地下连通，甚至我有一次去办事，我的朋友带我就是在空调的楼宇之间穿行，特别舒服。1公里我们走了，没有晒到太阳。OK， 这非常好呀。好，那刚才我们没有说完的是，你说你有一个生存计划，你能不能解释一下？我就是想过的是说，以后我周1到周5在新加坡工作然后周末回马来西亚。所以我这2周就是根据这个方式来尝试的。那我发现这个是不太可行的。它不太可行，主要还是经济和还有一个意义，生活意义上面，这2点我觉得都不可行。第一个是贵到什么程度呢？我见了好几个朋友，现在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房价贵到什么地步？基本上你的一个房间大概是500英尺，也就是40多平方米，这样一间房间，稍微靠近我们叫城市的商业中心，就是写字比较多的地方。你们猜猜看，1个月是多少钱的租金？1天，不带任何家具，2000、3000、3、4000。那我就告诉你，我的朋友住到4600新币，4600现在乘以3，就40平，乘以3就是13000马币。那是非常贵的，13000马币。然后它还有，因为新加坡它的自来水基本上是大部分靠海水淡化，然后成本非常高，它的水费还有网络费加上用电费又是200多新币1个月，还有什么垃圾费，空调呢要3个月洗一次，150新币一次。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一个人在那里工作的话，我首先租一套房，我基本上每个月固定的开销都要在5000到6000新币。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如果说我在那边吃饭的话，基本上如果每天吃的很节省，在食阁就是 food court 我们那边档口这边吃的话，一天可能是在35到50新币一天，一天也就300，也就是大概将近200马币，乘以3嘛，大概150马币。然后这个是一点。如果我要是跟朋友在外面吃那个喝点酒什么的，我也试过了基本上人均的话是150新币一个人。如果就稍微喝点酒，吃一点西餐，对。那另外一个非常非常贵的一个成本就是往返，每周往返成本。像我早上每个礼拜我试了2次，礼拜1的早上坐飞机过去的话，最便宜能够买到的大概将近是60块新币的一张票。但是礼拜5回来的那个票子都是贵到非常惊人的，基本上新币是要250到400新币，而且都做得非常的满。是不是？你觉得是不是还不如曼谷？所以你想，我每个礼拜往返的飞机成本大概是在
对，如果再加上出租车来回的话，400新币，那么再乘以4的话就是1600。好，但总之你想说明就是生活成本高到你难以接受。所以你算一算，我们刚刚这点固定成本加起来就是小1万新币了。小1万新币的话，我5天是在那边一个人孤军奋战，双休日2天和你们火速团圆一下，100亿小王又过去了。那这个意义是什么？我在那边可能我都存不下什么钱啊，然后我又失去了和你们团1个月就白圆。工作了。对，我可能只能存下很少钱，甚至可能存不下多少钱。所以妈其实想说的是，她在新加坡，我总结一下，就会碰到3个问题：第一，物价很高，那能存下的钱就很少；第二，直接影响到生活品质，这一点跟在大马生活相比，幸福感差的太大。对。第三，因为她想要去适应这样的生存，那就要跟家人分开。这个你没有讲，但我相信像你这样抑郁的人来说，一定会加重你的抑郁的。如果跟家人分开，像我们俩这么可爱，这么对吧？是我甚至接触到了一些群体是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工作的，他们非常的节俭，他们去租那种新加坡人的房子里面专门给保姆住的那种房子，那个房子就像我们家那个，但是比我们家还要小，大概它的面积就是3个平方米，没有窗子，就只有一扇门，大概现在出租成本是1000到1500新币，他们就住的这样的房子，然后每周回来，对，很多我接触到这个群体是马来西亚人，他们是群租的，应该说是合租，每个人就住小小的一间房，可能只摆得下1张床。明白了，就是这3个原因嘛，家人、生活品质还有物价。但我觉得 Wilson 讲的，也是很有道理的，就是从观众的角度来说，他们看到的有些人是很难理解的。不过我们有个体的情况，而且这种情况也是非常真实的。所以呢，我觉得还是务求真实。就我们在抛开这个视频，不管他这个摄像头的情况下，我们就问自己的心嘛。像有些人，我相信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我说，这2周的试验做下来的话，第1周是我离开家的时候哭，第2周你爸爸在我走之前悄悄的在我包里放了一包 Super Ring， 结果你爸爸把我送到楼下，你爸爸哭了。所以我们是不是来了马来西亚人都变得脆弱了？就是家是很重要，3个人要在一起。我在那边就是度日如年，很想你们啦。我觉得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对，那么你想我吗？你们怎么可能不想呢？对啊，对啊。好吧，所以说新加坡挑战计划失败了。对，就我觉得我们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和马来西亚没有关系，和新加坡没有关系，关键是自己的真实感受。自己如果把家庭放第一，就去追寻家庭第一；自己如果觉得赚钱第一，那你就赚钱第一吧。好，那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感谢观看。你未来是什么第一啊？我不知道，反正我未来是不准备创家庭的。快乐第一。好，为了快乐，来，拜拜。封面图。